大家好，我是大伟。提纲1年多，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生活，究竟能带来多大的改善？我相信说到提纲，很多人都不陌生，但是真正去学、去念它的人，或者真正懂提纲的人却非常的少。我的一位粉丝是我的老粉丝了1年前看到我一个视频，教他怎么样去做提纲，真正的提纲。他坚持念了1年，然后给我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感谢信。当中就提到了提纲的好处。那么这位老粉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一个情况。他今年71岁，然后呢，原来的身体呢并不是太理想，各种各样的小毛病都有。然后呢，腿脚是经常无力的，还有一个就是夜里面总是起来上厕所。然后这个腹部用它来形容就是感觉里面已经腐败了就是自己总感觉肚子里面会发胀，去检查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感觉特别的难受。后来呢，我给他介绍了提纲运动，他自己一做，坚持了1年。现在他给我在信中提到，他现在双腿非常的有力气，而且整个腹部比原来要缩小了好多，就是他的腹围减少了，整个人现在非常的强壮，而且呢，爬山、走路、爬楼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最重要的是他夜里面上厕所的一个次数也减少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就是他好久晨起都没有反应了，就是已经消失了。他在提纲了1年多以后这个晨起的反应还是出现了他感觉非常的惊喜所以呢，他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提纲。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提纲它作为一个传统的运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因为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讲提纲不仅能刺激到我们整个的大腿，刺激到我们内部骨盆内的一些深层的肌肉，更重要的是它提纲能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个内气，内气越足，人的身体就越好，人就越有劲。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给大家来讲一下真正的提纲应该怎么去做。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就跟着练。我们现在来讲解动作。首先咱们来说一下提纲前的准备身体是自然坐直，然后呢，这个腿部打开的间距和我们的肩膀是等同的，就是一样宽。把我们的手呢5指分开，大拇指和小拇指分别卡在我们大腿的内侧以及外侧，就这样放好，端正的坐好这个坐姿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坐好以后呢，先把我们的臀部夹紧，你看，先夹紧。大家跟我做这个动作先练这个动作，做上一个多少下呢？20下到30下左右保持这个姿势，全身上下哪里都放松。我们讲绷着，什么叫绷着？就是看似这个人是紧的，但实际上面我们的这个胸我们的腿都是放松的。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发力，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臀部。我们先练习臀部的一个夹紧。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我在臀部下夹的时候，我的人会出现什么样呢？上下的一个浮动你看。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弹臀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看人上下的弹，我们就这样去做20下到30下，先把我们臀部给激活，先把我们的臀部大肌给激活，然后呢，我们开始讲内部。内部呢，因为我们不能够就是通过眼睛去观测到我的内部，所以不好给大家演示。这里呢，我会通过语言的方式去引导大家去做，所以希望大家把手机或者电脑在电脑前面的就把它先放下来，然后呢，我们跟着我一起去做这个动作手放到前面，然后我们先把臀部夹起来，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一个高位就保持住。这个时候呢，开始注意小腹内收，小腹先向内收，然后呢，又要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就上了一半要去把它夹断的感觉，你看，或者说你感觉要出来了，然后就一直在夹着的感觉，这种感觉你去寻找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讲一下来起来，然后小腹内收，开始寻找这种夹住的感觉，往内夹。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会摸一下自己的大腿外侧臀部会有一些微微的颤抖，证明你在发力了，因为里面的这个发力的感觉很难找。我们一定要去用想象去调动它然后来夹好，来好放好，就这样夹大概3到4秒钟，开始放。我们再来一次，这一次呢，我们再加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就是舌头抵住上颚，拿我们的舌头往上颚，你看这样抵住它，往上去用力。也就是说，我们是几个地方用力你看小腹里面
以及我们的臀部，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力量会扩散到你的大腿部、你的腰背部，然后呢，以及我们的舌头啊这几个地方用力。好，听口号，来，1、2，起，收小腹啊，往内夹。好，来，舌顶上颚，我在这里啊不演示舌顶上颚，因为不好讲话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力量开始摸你的大腿，是不是往下走了？腰背部是不是开始有种胀胀的感觉了？好，这个时候就到了，好，放松。好 ，OK， 这个时候你离成功还差一步，是哪一步呢？呼吸啊，来上去的时候用鼻子往外啊出气，记住了，不要用嘴巴，因为你嘴巴舌头抵住上颚的啊。大家看啊，你看，来上。下去的时候吸气，再来上。下去的时候吸气啊。我们一般停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往上走的时候，大概整个所有的发力坚持3到5秒钟啊，然后呢下来的时候吐气。好，就这样把呼吸啊给练好。这个呼吸啊是最后一个环节，前面不配合呼吸没有关系，你一定要记住把动作先做标准，后面啊最后你记住上吐。下吸啊，用鼻子出气啊，千万不要用嘴巴啊。把这个动作去练上个3到5遍，我相信你能感觉到你的额头上面、你的后背、你的这个嘴唇上面都会有一层细雾啊，就是这种汗雾啊，感觉这种雾啊，其实就是把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杂质啊给它排出来啊。你就这样坚持每天去做上一个10个到20个，你会发现逐渐的，你很多不好的地方都在改善啊。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内气，还是那句话。内气越足啊，你的身体啊就越好，你身体啊就越有力。恰恰很多的中老年人，他的内气啊是慢慢的在损耗的不足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建议大家收藏下来，一定要每天跟着练。我是大伟，今天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看了以后啊都能够受益。没有关注我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我这里啊会分享非常好的养生动作，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小腹上面赘肉多，肚子里面啊是厚厚的一层脂肪包裹着咱们的内脏。面对这样的问题啊，有很多人啊都非常困扰啊，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减肥、去瘦身，但是啊，要么呢就因为动作难度过高，自己没有坚持下来。要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啊带来的效果啊和付出不成正比，最后没办法就放弃了。今天啊，我要教给大家一套动作，这个动作啊可以深层的刺激到我们内部的一个核心肌群，从而加快我们整个腹部的一个循环代谢啊，帮助我们更好的减少我们腹部的一个赘肉。同时呢，这个动作还有一个收腰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做完了以后，你的腹部啊就会往里面缩，而且很多人做完拿皮尺一量，哎，明显的少了1到2厘米啊。这个小动作真的是非常有用，大家做完以后感觉自己的腰围有明显变化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每天点开视频跟着我去做上一个2到5分钟，你的小腹啊就会一天比一天瘦。好了，现在我们来讲动作究竟怎么去做。咱们在做这个动作之前，一定要先找一下腹部燃烧的感觉。这个腹部燃烧的感觉怎么去找呢？双腿啊，我们把它并拢，并拢了以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脚后跟啊来回的抬起来，就像这样啊。来回的抬起来以后呢，你会发现啊，我的骨盆啊会随着我的脚后跟的抬起，会干嘛？左右的去转，对不对？现在呢，我们要人为的去加强控制我们骨盆的一个转动，就这样啊。你看我脚尖抬起来以后，你看去找一下什么感觉呢？这骨盆啊充分的在转，而骨盆为什么能被你啊控制着去转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腹部的核心肌群啊在发力，你现在要找着一种什么呢？肚子向内收，同时用力的控制我们腹部来回的转动啊，肚子向内收。你不要小看这样的感觉，其实你想找到是非常难的啊。但是通过我们反复的练习啊，手摸着我们的腹部，给它一定的感觉，给它一定的指引，然后呢，我们的骨盆来回转动啊，控制住啊，来回的转。好，当你感觉腹部向内收，内部有一种微微的发热、发胀的感觉，那么恭喜你啊，我们腹部的燃烧感已经找到了。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动作啊做一个加强，然后呢继续去保持这样的感觉，你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瘦腹的效果。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加强，依然是保持我们之前啊双脚并拢，同时呢我们要开始把什么手往上伸啊，手往上伸，举过我们的头顶，然后把手啊合十，在我们的头顶合十，
头部微微的向上看，然后把我们的腹部啊向内收紧。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个动作。啊，大家看啊，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转动，上身也会随着摆动。然后我们来配合呼吸。我们大约啊快速吐10口气，然后吸一下，吸一口气，然后再来。啊，就这样，这个感觉啊，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做完以后啊，不到1分钟，你会发现你的额头、后背都会出汗。同时感受最强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腹部。你会发现，通过这个动作，快速的加强了我们腹部的一个代谢，肚子里面啊是热乎乎的，而且即便你不发力，就是自然站直，做完动作以后，你的腹部啊向里面戳一戳啊，都是非常的紧致的。这就是这个动作给你带来的帮助。好的，接下来我们再重新的讲一下这个动作，给大家再念一下啊，大家最好跟着我一起去做。你看，双手举过头顶，肚子向内收紧啊，这个要素啊一定要记得。然后开始把脚后跟抬起来，来吐气，控制你的骨盆啊，来回的转动。刚开始你的控制可能不会那么明显。但是随着这个动作啊做下去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控制力啊会逐渐的加强。好，吸一口气，吐10下，就这样啊。我们正常啊是1分钟左右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3到4组啊，中间休息1分钟。每天你只要能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的肚子啊就一天比一天瘦。好了，今天的这个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都知道，人老了以后啊，这个关节啊活动度会慢慢的变差。那么用一些老年人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整个关节啊像生锈了一样打不开。而且啊，人老了以后，这个髋关节啊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啊，步子啊都感觉迈不开，而且走路啊都感觉啊不平稳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用民间的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啊都有锁。这个锁会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啊，它变得越来越牢固，直至你的整个人啊被锁死了啊，就变成彻底的进入了一个老年化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来讲一下，首先你看，比如说我腋下把我的腋下锁住，你看我这个手啊就像我的锁一样锁住它，你看这个时候你去活动手，你会发现我手捏得越紧，哎，我这个手啊它这个关节灵活度啊它下降的越明显。那肩颈也是一把锁，你看我锁到我这个位置，我只要把它锁得越紧，哎，你看这个肩膀啊，它活动度受影响，同时啊，这个肩膀会往上提，出现了肩膀上提以及变厚的状态。大腿也是一样，大腿的锁在哪里呢？大腿的锁啊，就在我们的内侧。内侧是什么？肝经啊行进的这个路线。同时呢，这个内侧啊，也是我们经常忽视的地方。所以今天啊，我们先来讲一下大腿内侧的这把锁怎么解。其实非常的简单啊。讲的很多，但是其实一个动作就解决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呢，就是把腿啊给分开。你看，像我一样，把腿啊给分开。分开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手啊放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然后你看我这个肩膀啊，看往上一撑，撑了以后，这个手啊往外去推，你看一推一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手臂啊可能伸不直，但是也是一个微曲的状态啊，就是这个手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啊，如果你看我这个腿上没穿裤子，所以我推的皮肤我感觉明显。那你要穿裤子的话，可能滑。那建议啊，就是现在夏天嘛，把腿部裸上来，然后我们一撑一拉，然后腿啊适当的往外再打开。这个力量啊，它是很重要的。这个力量的走向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力量的走向啊，它不是完全是往外打开的。你看这往外不是这样的，我们力量的走向是往外前方。它更像一个去做一个拉筋劈叉的一个动作啊，往外拉和推，但是又有不一样，你去做你就知道了啊。然后保持住，好，然后大概10到15秒钟以后把腿并拢，啊，并拢了以后，然后再来打开手，你看一撑，整个人的肩膀往上一撑，身体啊微微的往下一压，然后手往外推拉。啊，你会感觉它的动作的状态和拉筋不一样，它更像把这个里面的皮啊，就是我们皮下的筋膜组织啊，给它拉开来
啊。这个动作啊，既可以把我们的肝经啊去进行一个疏通，同时啊，它可以很好的把我们大腿的这些肌肉啊、内侧的这些肌肉啊给它放松开来，非常的好啊。这个大腿内侧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日常当中，如果说你老了以后想走路更稳啊，想让你的这个行走的没有受到一些太大的影响，像我们的髋关节更好，就把这个动作经常做一做。哪怕你现在啊，就是说做不能很开，你可能做到这儿就做不开了也没有关系啊。慢慢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步伐越来越灵活，而且呢，它里面行进的动脉会随着你的肌肉拉开，释放更多的空间啊，从而让我们的血流往下肢去循环的时候啊变得更好啊。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就分享给大家了啊，大家没事可以做一做。我是大伟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空抓手这个动作真的是太好了。可惜很多人啊，他做错了，甚至有些人啊，他根本都不会去做空抓手。我们说空抓手为什么好，是因为它一个简单的动作啊，它可以带动我们全身啊大半个身体的一个经络的舒畅，促进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气血循环。很多人做完以后啊，这个后背头上啊都一头汗，感觉身体上面出完汗以后啊就特别的轻松。这个呢就是真正的空抓手。今天啊，我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去真正的做好空抓手。这个空抓手如果做完以后做个20下，你还没有微微出汗的感觉，那么证明你这个动作啊就没做对啊，它带来的一些帮助和效果呢，肯定也是达不到了。话也不多说，跟着我做完啊，如果出汗了，在底下打上出汗2个字啊，或者打上有用2个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以防以后啊找不到了。咱们直接来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空抓手这个动作啊，讲究的是腕肘肩背它们之间的一个协同啊，绝不仅仅啊就是让你这样去抓手。那这样抓手的话呢，它带来的一个帮助啊是非常小的。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去做空抓手呢？大家看啊，首先人坐姿，手这样打开啊，手一定要这样打开，像一个弓一样啊，就是这个弓啊上弦一样，把人啊往后拉，然后瞬间把手弹出去，握紧，回收，再回到原来的姿势。再弹，再回啊，给大家看一下，1、2、3、4、5、6、7、8。如果你们仔细听的话，应该能听到我手上打出去的这种当当的这种声音。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柔韧性，看瞬间的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到我们的手掌，再抓着，再回来。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泵血，促进我们气血循环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动作，如果你做的对了啊，这个头上后背啊就会开始出汗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汗，而且包括这个疏通经络、促进循环的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身子挺起来啊，然后把这个手臂啊往后拉，就像一个弓一样。你看怎么样把它绷得最紧啊，然后甩出去，回来啊，从侧面看一下，单手演示啊，看1、2，这是慢动作啊。3，大家可以开始从慢动作单手练习啊，然后逐渐加快啊，抓回来。手的时候，手的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往后拉的时候五指张开，往前的时候快速抓紧，回来啊。这个动作日常当中多练一练啊。这个空抓手，只要你练得好了以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你看，我给大家演示了几个啊，这个额头上面就开始微微的出汗，后背上面就会有一层像那种汗雾一样，像一层雾一样的附在我们的后背，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们每天就把这个动作1、2、3啊，去练上一个20下左右为一组。然后呢，每天做上一个2到3组啊，身体上面啊这个出一身汗，非常的舒服。无论你是在任何的时间去做，都很好啊，都能让你瞬间有一种开背啊、挺胸啊，这个精气神往上蹭一下子，往上上一节的感觉。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感觉好，一定要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免得他们也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动作。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在整个瘦身的过程当中啊，腰和腹部啊是最难受的，以至于变成了很多人最大的一个痛点。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动作方法都试过了，但是这个腰部和肚子啊都特别难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就总结2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腰部和腹部的刺激性和运动频次啊它不够。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它没有很好的去带动我们整个局部的一个循环代谢，所以呢，综合这2点，你的腰部和腹部就很难看到明显的一个瘦身效果啊。那么今天呢，我来教大家一个坐着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啊，你每天在家没事的时候就把这个动作练一练，它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们整个腰腹部，加快里面的一个循环代谢。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大家看完视频以后感觉有用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人。我们现在来讲动作，这个动作的名字叫做坐姿超级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这个动作啊。你看，我们形成一个起始的姿势，然后快速的把这个腿啊来回的交换啊。刚开始大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感觉难度稍微有点大，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动作拆解出来教给大家。我们首先练习我们腿部的一个交换，大家看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把腿你看换一个方向，再来，你看我这个腿部在运动的时候是调动到哪里啊？我们整个腹部，所以呢，你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腹部，感受一下啊，这个腿来回换的时候，我们腹部的发力感受啊，就这样啊，反复的把这个动作先练起来，先感受一下我们腹部的发力。好，当你找到这个腹部发力感觉的时候，我们开始把这个动作的强度加大。我们把手和腿，你看一左一右啊，放在同一条直线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啊，然后把这个后手啊尽量往后摆。好，来开始交换，做个慢动作演示啊。你看身子先往后仰，然后把腿迈动，好，手摆开，再来2、3、4、5、6、7啊，咱们每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它的发力啊却一点都不简单，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身体啊要往后靠，形成一个腰腹的一个锻炼，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核心的一个力量，把这个腿啊转换过来，再换手啊，再来1、2、3、4啊。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节奏慢慢的做。然后随着我们这个感觉动作掌握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的幅度加大。好，来准备，1、2、3、4、5、6、7、8、9、10。这个坐姿超级跑的动作，对于我们整体腰腹部的锻炼都是非常棒的，特别是我们内脏脂肪比较多的人，更应该好好的去练习这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早晚各做1次。每次呢做上一个3组左右，每组的次数保证在20个到30个以上，腿来回的交叠，这样去做。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的内容收藏下来，以免你想跟着去看，跟着去找一些细节找不到，那就麻烦大了。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